可以可以，接着咱们下飞机就有 ES8来接机，感受一下啊，这个空间，这个行李箱随便放啊，朋友们，你看看这个空间，在这种4座的模式下，可以。好，各位们好，我是董买买，终于可以跟大家来聊一聊全新蔚来 ES8 了。拍这期视频的时候呢，我很开心，然后视频也拍得非常长，因为呢，这是一台我要买的车。我看完这个车之后，我觉得我可以放心的下单购买了。还有就是蔚来 NT 2.0 的产品切换，终于来到了这款压轴产品——高端智能纯电车。今年呢，这个市场非常不容易啊，但是蔚来坚持做了自己。最近呢，各种各样的出圈热度。真正的是靠产品，真正的是靠真诚去获得了胜利，这也是我自己要买的车，所以呢，我的体会会更加深刻一些，视频的长度呢也会更加长一些。除了动态呢，我想单独去拍一期，不然这个长度没法控制啊。我尽量呢力争把这台车我觉得好的地方每一个点跟大家讲透，好吧？审美呢是一种昂贵的能力啊，但是人们一眼就能看出来这车美还是这车不美，这车是不是抄袭了别人的，这车有没有自己家族的传承。蔚来 ES8 这车好看到什么地步呢？一般来说，白色的车，尤其是白色的大型 SUV 很难被拍得特别好看。但是 ES8 就是这样子的一台车，修长的身段一点也不显得笨重，侧身从 A 柱到 D 柱长达3.2米的纯平的侧窗设计，好像这个侧窗一举还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纯平侧窗，因为它比揽胜是在最后那一块的时候它没纯平了，那蔚来呢是一直保持了这个纯平，所以呢它一下是成世界最大的这个纯平侧窗了，整个优雅，整个气度感，整个恢宏的感觉就上来了。这台车停在酒店门口的时候，那并不是我要拍的车，我就看到它安安静静的停在那里，我就非常开心，就想给它摁下快门。5099毫米的车长，头顶上顶了个1550纳米的安全激光雷达，风阻系数竟然还做到了0.25，这个技术实在太强了。给大家一点对比吧，奔驰的 EQS SUV 才发布的，对吧？2023年的车，风阻系数是0.26。BMW、宝马的 RX 风阻系数也是0.26，路特斯对吧？擅长驾驭空气的。风阻系数也是0.26。那如果一台车头上架一个激光雷达，比如说沃尔沃的 EX90，直接到了0.29。如果是路虎的揽胜，方方的一个盒子是吧，直接就上了0.3。就我有时候都感叹啊，蔚来非常在乎激光雷达的性能，甚至自己去投资了一家做激光雷达的公司，自己去定制这款产品。不仅把这个激光雷达的性能弄得非常好甚至还弄到1550纳米的安全激光，还把风阻系数做到这么低，这种决心你放在全世界来看，其实也只有蔚来有吧。那这一次呢，蔚来给 ES8 所搭配的颜色呢还有2种，一个呢是星辰绿这个呢只在 ES8 上可以选，另外呢就是年度色曙光金，绿色呢显得非常典雅，金色呢显得很高贵，两个颜色呢都不是那么容易在车身上被驾驭的好的颜色，稍微弄不好的话，离庸俗只有一墙之隔那刹车卡钳呢，也第一次在前轮用上了6活塞的卡钳，380毫米巨大的一个通风盘那刹车盘呢也开始划线打孔了，而轮圈呢也是蔚来第一次用上了22英寸的锻造轮毂。这些高的配置呢，不仅仅在蔚来的家族上配置很高，你放到横向，放到整个汽车行业去比，你去买一台揽胜，它也不过如此。隐藏式的转向灯设计，标志性的 X 把、Shark Nose、Double Dash、日间行车灯，这些都是家族的传承，我已经不必在 ES8 上多说了。唯一有一点遗憾的是它的充电接口在前面，这真的是外观设计上以及实用设计上的非常大的败笔但是好在相对于市面上还没有普及的 3C、4C、5C 超充，蔚来在全中国已经建设了等效补能效率高达50C 的换电站，所以倒也不会有很多场景让你在室外，让你在跑高速公路的服务区去充电，倒是的。
蔚来在你看得见的地方呢用料很好，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呢用料一样也还好，这几乎呢成了一个品牌的风格。旗舰 ES8 上更是如此，而且做得更甚。蔚来家族非常少有的全铝架构的车身啊，铝合量达到了90.5%，这带来了车身极好的抗扭刚度。官方给的数据是39400牛米每度啊。对于 SUV 来说，抗扭刚度这个东西还是有价值的。非承载式的 SUV 呢，可以通过大梁去吸收崎岖路面所带来的那些扭转，但是承载式的车身呢，就要靠整个车架去吸收这样的扭转强度了。扭转强度差的话呢，你走一走烂路，让车身稍微拧一拧，慢慢的呢，一些轻微的形变就对车辆产生较大的公差了。然后呢，各种内饰件的异响呢，也就伴随着来了。未来的39400牛米是什么样的水平呢？2万牛米出头的 Model 3、Model Y 什么的，咱们就不说了，毕竟那个车便宜，你也不能指望用料特别好，对吧？在大型车里面，揽胜是39450牛米每度，比 ES8 高了50牛米，你看算的就是这么精确。然后呢，库里南这个车大概是4万牛米每度，还要再高一点，也是非常非常棒的成绩了。至于网上那些其他说的什么500万内最好的 SUV， 那他们应该是差的比较多，所以好像也没有看到官方去标这个数据到底是多少吧。车身结构上呢，蔚来也在积极的使用一些新技术，比如呢，这一次在车的前后都使用了2个大的铸件，这个铸件呢是8800吨的压铸机来压铸出来的。这个机器的吨位已经很大了，如果再大什么12000吨级的，他们可能就已经不再是压这个前后铸件的，可能是在压电池包了。这个前铸件呢是7合1，重量减轻了5公斤，后面的铸件呢是31合1，一般呢铸件都会减轻重量，然后还有额外的一个价值在后备箱上，就会对后备箱的容积起到一定的帮助，就是件少了，后备箱的容积可以稍微大一些。那蔚来 ES8 呢，你看到你把整个后备箱的盖板拿开来，下面那一块空间，其实一定程度上就是这个31合1的大的铸造件所带来的额外的空间正向奖励。除此之外呢，车身上的覆盖件呢 ，ES8 大量的都使用的是铝的，那说是铝合金的覆盖件呢超过90%。你知道这个车很大，所以车大了之后呢，这个车的每一个零件都会大，像比如车门，如果你用铁车门的话，就会显得很沉重，所以铝合金的减重呢非常必要。而且呢，在旗舰的 SUV 这成本其实向来不是一个优先考虑的事情啊。至于呢，车身上一些你看不见的细节，比如全球首创的叫做 Tiger 的顶棚气囊，对吧？还有那个45升的超大前排的中央远端气囊，这些东西呢全部都是标配。然后车呢很长，但是气帘也不短，2.9米长的超长气帘，这些必须都是标配啊。这些你看不见的东西，这些你在安全上要做的东西，蔚来从来都不含糊。那从碰撞的实验结果来看呢，蔚来此前的老款 ES8 在中国呢，在欧洲都拿到了5星标准。那这台车呢还没有销售，所以自然也不会有碰撞。但是呢，我其实不用担心啊，蔚来呢一直是正向研发车身，它不去搞应试教育，它也不会去拿一个燃油车的底盘去改一改。那人称公路小坦克，所以我开起来呢是很放心的。虽然它没有5星成绩，那只是因为它还没有测5星成绩。至于那些什么看得见的用料啊，双层玻璃啊，全系标配电吸门啊，全系是电容门把手啊，手放在门把手上，车门就自动弹开了啊，然后关上的时候只要轻轻的一带上，这个电吸力度非常合理，静音水平非常好，这些呢都是特别常见的东西了，很多在 ES6 上都有。作为旗舰轿车呢 ，ES8 完全继承了，我就不再去赘述了，好吧？空间方面呢，作为旗舰产品去聊一聊很必要。我买回来呢是当做4座来使用的，但是并不妨碍我对于大的空间的这样的一个追求。那车长呢5099毫米，3070毫米的轴距这个尺寸呢差不多就是一个标准轴距版的揽胜的尺寸啊。那得益于蔚来呢是一个纯电的设计，所以它的地板是纯平的，前面呢无需放发动机，所以结构更加合理。后面呢无需放油箱，所以呢哪怕你走到第3排，你也不会感受到地板有一个斜上坡。这些东西呢都是纯电车的好处。后备箱的尺寸方面呢，如果你把第3排直立起来的话，后备箱放一个28加一个20寸的行李箱是没有问题的。如果你把第3排放倒后，那个空间可就太大了，纵向的这个深度竟然超过了1米，达到了1172毫米。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放4个28寸的行李箱或者说你放2个那个高尔夫球包也是毫无压力的。那乘坐空间怎么样呢？我发现3排座的车，有些媒体在拍摄的时候，他会人在第2排，他就把第2排调大一点；人在第3排，他就把第2排往前调一点。所以呢，就这个空间每个人测出来都不一样。ES8 呢，我也不想去细致的拍摄了，我希望大家自己去体验一件事儿。就我跟你说一个数吧，身高1.75米的成年人嘛，你坐在第1排的时候，你保证你自己的腿部有2拳以上的空间，好吧？然后呢，你再坐到第2排，你也保证你的腿部有2拳以上的空间，好吧？这个时候你再进入第3排，你发现你第3排的空间还是2拳以上的。
我这么说你就理解了吧？这个车的空间不需要你去前后妥协，每个人其实都可以足够去宽裕的。但是但凡你调节一下座椅，比如说我当4座来用的，我可以把第2排往后靠，直接牺牲第3排的空间。第2排直接变成3全4全以上的空间都完全没有任何压力的。所以蔚来 ES8 它的车长可能不是最长的，但是它所谓得房率高，它就是高在这个车内的空间感做得特别好。有一些所谓的全尺寸 SUV， 你去它的副驾驶坐一坐，它副驾驶整个那个腿都快贴到那个手套箱上去了，这种空间的忍耐感，哪怕在蔚来 ES6 上它都不会这么做的。就是这个车6个座位，每个座位的人都很重要。其实呢，这也是纯电车型的魅力啊，不需要放发动机，不需要放油箱，整个空间布置就可以更加的灵活。那开起来呢，对于车辆的 NVH 来说，它要处理的震动，它要处理的声源也更少了，它的动力也更好了。纯电的动力很容易做得非常好，对吧？那聊完空间之后，咱们再来聊聊座椅。这个呢，其实是 ES8 的精髓啊。首先，这台车有2个版本，都是6座，区别呢是有一个版本第2排它没有通道，它是一个行政中岛。这个行政中岛下面呢，标配有一个冰箱，叫做 ES8 的行政版。那另外一个呢，没有第2排通道的，就叫 ES8，对，你可以叫 ES8 中央通道版吧。这2个款型呢，它在前排以及第3排的座椅呢没有什么区别，所以我要先说一下。首先呢，不管你买什么版本 ，ES8 的这一套座椅呢都是全新的自研骨架那套座椅。这套座椅呢已经在 EC7 已经在全新 ES6 上展现了非常强悍的实力了，在 ES8 上更是把这套座椅的坐垫宽度做到了550毫米，这个宽度要比埃尔法还要宽，要比同级别的 SUV 都要更加宽大。这套座椅呢，不管是视觉上的饱满程度，还是摸上去的触感，亦或是坐上去的柔软感和支撑性，都完全颠覆了你对车座椅的印象。我都不说颠覆对蔚来座椅的印象了，都颠覆了你对车座椅的印象。而且用料跟功能十分到位，那最大可以调节的方向竟然达到了22项。那同样呢是座椅的通风，蔚来的这套座椅呢是吸风的，而且风压特别大。就你在开车你觉得热的时候，你喊 Nomi 打开座椅通风，这个凉意是瞬间就能感觉到的。这个呢在 ES8 上是标配，在 ES6 上选装，虽然选装要花9500块，但是我觉得完全值得啊。甚至于呢在 ES8 上它的加热和通风都是分区来调节的，让坐垫、靠背和腿部每一个位置都能独立享受到合适的温度，这种细分的控制能力都是成本的。有时候蔚来很吃亏，它做了一个很好的东西，但是起了一个常见的名字，比如就说这个座椅通风吧，在 ES6 上要选装，就有很多人对吧很抱怨，但是蔚来的座椅通风那个能力就比别人标配的座椅通风要好太多啊，简直不是一个世界的产物，好吧？就是蔚来也叫座椅通风，别人也叫座椅通风，这就被那些东西做得很一般，但是名字叫一样的企业给他钻了空子啊，他可以把那些便宜的东西标配起来，但蔚来就不能标配。所以呢，那些企业他就会说啊，你看你多少钱的，你都33.8万的车了，你还不标配，是吧？那这个东西是不一样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只是名字一样而已。同样的事情呢，还发生在纳帕座椅上。那蔚来的纳帕那覆盖面积叫一个大呀，那有的品牌只在肩膀上搞一小块纳帕，他又叫自己是纳帕座椅的，你这不是搞笑吗？这种事情蔚来从来不会做。所以你打开整个车之后，你就会发现，同样叫纳帕，为什么蔚来的座椅看起来的质感就要比别人好很多啊？座椅按摩方面，蔚来的按摩很强力，已经不需要说了，5种模式，2档强度，这在 ES8 上更进一步，这个级别车里头非常少有的热石按摩功能。好像不能说少有，应该就压根儿没有。那经过加热之后的这个按摩触点直通你的背部，这个温热的感觉去顶着你，大家一定要试一试啊，非常非常奇妙的一个感觉。而且你甚至可以一边开着热石按摩，一边开着座椅通风。所以你想想看，这个座椅到底有多复杂吧？这个结构到底有多复杂吧？那不管呢是中岛版本还是普通版本，副驾的女王座椅呢都是标配的，跟全新蔚来 ES6 一样，女王副驾的座椅呢是连腿托都可以单独去加热的。至于什么肩部调节、电动头枕这些超越你想象力的一些座椅配置，这些细节上全都考虑到位了。那非常值得一提的呢是蔚来的一键舒躺功能，尾部抬升这个能力啊，就是我们都知道汽车的座椅它很多是可以把座椅靠背给它放起来的，可以放得很躺，但是直接躺上去呢你并不会很舒服，因为座椅呢在腰部的位置是特别顶，因为腰是很敏感的，而屁股是不敏感的。
但是未来的一键舒躺放倒之后，它会额外的把坐垫的后端给它抬起来，和这个靠背尽可能的接上，大幅度去降低这种你顶着的感受。那想实现这一点呢，需要在座椅的后端额外加一个电机去把它抬平。所以这种东西啊，都是一个很复杂的结构，很复杂的成本，你还得把它光花钱还不够，你的结构设计还得好，你把它加进去。如果你不是未来自研的座椅，你找别的第三方品牌去买座椅骨架，人家不愿意去给你搞这些复杂的东西。所以呢，未来自研座椅好处就在这儿啊。那至于说一键零重力功能，就是坐垫跟着座椅整体进行一些翻转，这个呢同样要依靠一套比较复杂的电机去实现啊。但是呢，这些东西复杂归复杂，都是为了你舒服必须要付出的代价。有的时候呢，人们会说，你看未来的车那么重，一定是因为技术很差吧？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未来说不定一个椅子的重量都比别人2个椅子要沉呢？不是每个人都爱毛坯的，那有钱的话，谁不想更加舒服一点呢？是不是？第2排座椅呢，我们稍后再谈，因为有2款这个单独去聊。我们先说一下第3排的座椅。那不管是行政中岛版呢，还是普通版，第3排座椅都是电动折叠、电动收放打开的。那每一个第3排座椅都有额外的8度角度是电动可以调节的，甚至呢，第3排座椅未来也给你提供了座椅加热功能。未来非常重视每一个成员的乘坐感受，哪怕你在第3排，你依然有一个非常宽大、非常舒适的扶手，你依然有一个60瓦的 Type C 的有线充电，你依然有着一个独立的第3排的 Nomi 定向的拾音功能，你依然可以准确的叫 Nomi 为你做一些什么。那依然呢有分区空调，我坐了一会儿第3排啊，腿部的空间以及座椅的舒适程度，大概就是一台 A 级车的第2排的水平吧。我觉得应该来说是够用了。如果你孩子比较多的话，第3排2个座椅也都可以放安全座椅。第2排的重头戏啊，真的太尊贵了。全新 ES8，我觉得最厉害的就是第2排，除了没有小桌板，我觉得方方面面都秒杀了 MPV， 而且比 MPV 做得更加好看，而且比 MPV 的车辆通行能力更好，比 MPV 整个车身高度更高。所以在未来来看 ，ES8 这款产品的出现，让我对 MPV 彻底失去了兴趣。好吧，现在说说看这个行政中岛版吧。中岛版本的后排呢是有2个座椅的，中间是一个行政中岛，默认呢是赠送了价值5000块的冰箱。这个冰箱呢在发布会的时候是要额外选配的。那现在再买的话就直接标配了，所以也是未来看，我估计未来在后台看了订单可能每个人都选了这个冰箱，未来觉得没必要吧，他就把这个冰箱给它标配了。这个冰箱呢是一个铝合金所制作的箱体，质感非常好，你摸上去，你敲上去，那个声音动感而聆听，是吧？然后呢，铝合金的箱子它在制冷跟制热，因为导热效果好嘛，其实也是有一定的优势的。长按中岛上的开关，或者你喊 Nomi 的话，可以直接帮你把这个冰箱给打开。冰箱呢，可以在手机 app 上控制温度，制冷制热都不错。这个冰箱的弹出跟拉出来，还有把它推回去，整个轨道的阻尼质感都做得非常棒。但是它的侧边，它是一个铝制的，它是个铝冰箱，它不是个塑料冰箱。哦，对，所以材料用的还不错。然后容量，这个容量有点讨巧啊，这个几瓶啊？4瓶，还好，4瓶还好。当然了，作为一台智能电动车，原生的冰箱在 App 上可以控制的是必须的，对吧？那这个冰箱所在的中岛呢，其实也设计了很多巧思。首先呢，中岛是为皮质完全覆盖的，然后中岛的宽度呢，跟奔驰的 S 级是一样的，做到了237毫米，所以你还没有坐进未来，你也可以想象一下那个中岛有多宽厚的感觉啊。那中岛本身呢是一个抽屉式的设计，只不过这个抽屉呢是电动式的伸出的，它可以移动的行程呢在150毫米左右，就是15公分，可以伸展出来还挺多的。这个伸展的控制呢，你可以通过物理按键或者通过后排屏幕的那个控制来进行伸展或收起，然后同时呢还带有防夹功能，在这个伸展的前端呢有2个杯托是可以方便你去放水的，然后同时呢整个这个伸展出来的中岛有3个无线充电档位，那纵置的就竖着放的它是有2个充电位是40瓦的，然后在这40瓦的前方呢还有一个额外的横着放的充电位，这个呢是给 NeoPhone 专属的所以在你放了 NeoPhone 之后，后面的2个位置其实放不了大手机，但是如果你只有2台手机这是比较常见的配置了吧，后面的2个充电位置你都是可以把手机竖着给它放进去的当然了，这个横向的充电位呢也同样支持这个 QI 协议，所以其实虽然说是 NeoPhone 专用，但是任何手机哪怕 iPhone 你想充电也是可以吧，对吧？那买了中岛版本之后，高低我得搞一台 NeoPhone 对不对？如果呢你是中岛的版本，你可以简单的理解一下，你后排的2个座椅呢都是女王副驾，也就是说你的全车竟然有3个座椅都是有腿托的这个也太尊贵了吧，这在 SUV 甚至说 MPV 里都是非常罕见的配置还是那句话， SUV 的高度更好，它的通过性更好，它的车轮也更大，外面看起来也更好看。
对吧？那个相比于 MPV 那种小小的轮子那样的造型，真的是不可比的产品啊。那中岛版本呢，如果你要进入第3排的话，座椅的上方有一个按钮，你按一下，第2排座椅呢会快速的向前折叠，让出这个通道，让人可以进入第3排。但你进入之后，你再去摁那个按钮啊，它为了防止你有那种压迫感，它的座椅回去的速度是非常慢的。这其实带来一个问题啊，我个人是觉得，如果你要长期的在第3排进人的话，我还是觉得你选这个中央走廊版会更加实用。当你身处在蔚来 ES8 的第2排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目之所及，所有的位置都被高级的材料包裹了，就连 B 柱的空调出风口，他们都用了一块皮质啊。如果你选纳帕的话，给你做了一些隐藏。这个呢，其实就是 ES8 跟 ES6 的一些大不同啊，也是你多花了20万的原因。它把这些所有的细节，就是能用贵的东西，都给你用上贵的东西啊。如果你是普通版本的话，那2个独立的座椅中间是有一个通道的，你是可以很方便的上下人的，而且通道的宽度非常够。像我那个身材侧着走，我觉得这个通道还有非常宽裕的距离。如果长得体重稍微重了一些，我觉得问题也不大。通道版本的座椅呢是没有腿托的，但是依然可以向后靠大约50度左右的一个靠背调节。同时呢，你的坐垫前端也多了一个无缝的延长，还有一个略微向上的翘起能力。所以不管是中岛版本还是通道版本吧，它总有一些不一样的设计，然后就看你到底想要哪一个了。有人说我全要，那全要呢你就恐怕得买2台车了。而中央通道版的第2排座椅呢，它每一个座椅的扶手，它顶端提供了一个隐藏的水杯架，那个阻尼啊、弹簧都不错。每一个椅子的侧边呢，都有一个可以打开的盒子。这个盒子呢，你可以把手机直接放进去啊，算是给手机找了个位置。同时呢，这个盒子的边上还给你提供了一个60瓦的 Type C 的充电口，所以如果你想要充电，这个手机有非常舒服的地方。然后呢，座椅的下方一边一个，还额外提供了一个收纳空间，你可以放个 AR 眼镜什么的。那这就是蔚来 ES8，它的驾驶座位呢非常舒服，它的副驾呢绝对不会顶腿，2排呢非常的尊贵，3排呢也竭尽可能让你舒适。每个人都很重要，每个人都要坐得舒服，每个人都值得被尊重，这个呢也是蔚来造车的哲学。ES8 的隔音有多好呢？其实我非常努力的拍了，但是视频不好拍出来，所以我觉得大家去试驾去试一试吧。我有一天晚上呢，开着22寸的轮胎的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我开120公里每小时的时候，后排的人一直以为我就开100公里每小时，还问我说你没有用 NOP 吗？为什么开得这么慢？对，然后再给你举个例子啊，就是你在收费站等着付钱的时候，把车窗一降下来，你会突然听到隔壁重卡怠速的那个声音扑面而来，你把车窗给它升起来的时候，一点都听不见。这不是说声音被降低了，是隔绝掉了，一点都听不见。我非常清楚啊，一些高级的车，比如 GLS， 比如 ET7， 它是什么样的表现。这个蔚来的 ES8 无疑是做得更好的，做得非常猛，这一点在声音上做了非常多的努力啊。至于车内的一些舒适氛围、香氛这种东西就不必多说了。那蔚来的每一款产品呢，大家说内饰都差不多，但其实细看也是不一样的。其实区分出了差别啊。ES8 的氛围灯它不是一条固定的氛围灯，你在进入车辆的时候，你能看到这个氛围灯会进行一个环绕点亮的效果。这还没完， ES8 的氛围灯不再是一根变色了，它是可以进行混色的。所以这条氛围灯在设计、在安装的时候，其实比 ES6 是要贵的。这也都是在一些细小之处体现了一些硬件上的差别吧。那音响系统呢就太厉害了，继续支持 7.1.4， 从 ET7 的1000瓦功率猛增到2230瓦。注意啊，蔚来的2230瓦跟某些品牌的2000瓦不是一个概念啊。如果蔚来不考虑失真问题，只考虑峰值功率，比如说在10% THD 的失真下，蔚来的音响峰值功率可以达到3280瓦。对，如果你按照对方2000瓦的标法的话，那蔚来的音响就标的是3280瓦。所以蔚来按照诚实可以用的标法标的是2000瓦，你想想看这个东西到底有多强吧。所以你看看这些行业毒瘤的标法，把蔚来这种老实的企业逼得也要把自己算出一个没有意义的数据。你说3280瓦这个数据对消费者有什么意义呢？完全没有用啊！音响咱们听的就是它不失真下的时候的功率，对不对？所以呢，2230瓦，这就是蔚来官方所说的自己音响的功率了。调音方面呢，蔚来找了 Direct 给劳斯莱斯调教的调音团队啊。那蔚来说的呢，自己的调音是 Direct Pro， 那国产呢一般都是 Direct， 所以呢区别还是有的。我想说的是呢，这一次 ES8 音响，不管是柏林之声还是英国之宝，在音源合适的时候，你应该去跟他们比一比，我觉得都是可以一战的。那最关键的一点是，蔚来这个音响是标配的，是不需要你额外花钱的，光一个音响你就立省了小几万。那相比于燃油车，你听音响的时候，它不是为了掩盖发动机一些不温顺的声音啊，也不用担心这个什么听音响的时候这个车不发动会不会搞没电。智能电动车加好音响，这个体验是一个吊打的水平啊。
而后排的娱乐，那未来还是坚持没有屏幕，这个是企业的坚持啊。但是消费者有时候不这么想。前一阵子呢，大家对这个事儿还颇有微词，但是等到苹果发布了 Vision Pro 之后，这个事儿可能会稍微好一些了。因为苹果把 Vision Pro 发布了之后，假如 Apple Car 真实存在的话，那苹果的车内娱乐肯定也不是做大电视嘛，对吧？肯定也是通过这种 AR 跟 VR 这种混合的技术，让你眼前创造一个无比巨大的屏幕。那未来呢，这个 AR 眼镜其实也走的是这条路子啊，你的眼前呢可以有一个201寸的屏幕，只不过目前未来的 AR 眼镜。它的整体的显示素质还是肯定是比不上苹果的 Vision Pro 的，毕竟也才2000多块钱嘛，那个眼镜。这个 AR 眼镜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呢是它的分辨率不是什么大问题，它的大问题是在于它的色准不是那么准。你在看一些人像画面的时候，你会觉得人像的偏色比较厉害，所以你只能看动画片看动画片或者看纪录片这些产品，所以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这个 AR 眼镜的使用。但是我觉得未来在车内娱乐方面走 AR 眼镜这条路子可能是对的哈，毕竟未来先走了 AR 眼镜这条路子，然后苹果后发布了 Vision Pro 嘛，好的企业可能在一些事情上看的目标或者说看的方向是一致的，殊途同归吧。但我有时候也觉得，如果消费者真的要一个屏幕又没几个钱，对吧？那个给他们加上，用不用随他们，这有时候也是产品定义的一些哲学吧。如果这个东西你有可能销量会好很多很多，那这个事儿值不值得做呢？我觉得这还是值得去思考一个的问题啊。谁说车大呢？开起来就一定是开船的？那只能说明你的车调的差呗。首先说一说动态驾驶感受啊，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话题，然后我觉得可以单独去做一期视频。这期视频来聊的话，这个视频就显得特别长了，我想单独再发吧。那未来呢，全系呢是 ES8的全系呢是双电机，480千瓦的功率，半载的时候加速呢是4.1秒。如果你一个人开，像我这样体重又轻一点的，跑到个3秒8、3秒9没什么问题啊。这个呢在揽胜上差不多就是200多万、300万的 SVR 的水平了。那刹车的话，前6活塞做的挺好的，然后整个刹车距离最好的成绩是34.3米。我就提醒一句，就是这个最好的成绩呢，需要你使用 P0 这样的性能台上才能实现的。然后呢，未来的 ICC 这个底盘控制域完全已经自研了，非常简单，就你把它理解为一个保时捷的 PASM 就好了。未来全部是正向自研的，包括刹车、包括转向、包括悬架都可以进行独立的控制，没有任何黑盒子，想怎么控制就怎么控制，想怎么 OTA 就怎么 OTA。所以呢，未来可以推送 RSS 舒适刹停，日常停车没有点头。这个呢是利用那个刹车的总泵配合 CDC 做了一点点姿态控制来实现的。这种自研非常难得啊！你去看看国内的一些新势力，全部完整的，连刹车都自研好了，没有任何黑盒子的企业并不太多的。然后同时呢 ，ES8 这次标配的是双腔空簧，原本呢是一个单一的腔室，现在呢中间有一个电磁阀，电磁阀的通段呢可以去改变腔体的体积，变成2个腔室了，所以呢可以让这个弹簧形成2种不同的刚度。那配合 CDC 呢，反正这个尺寸的车，你说在开船，那就是没调好呗。但是未来一定不是开船。然后驾驶的细节还是像之前说的，我单独做视频来聊吧。如果你跑高速走夜路，未来这次的多光束大灯呢是激光雷达引导的了，它比传统用视觉实现的整个可靠性要更好，使用范围要更广，距离呢要更远。然后在会车的时候呢，不会去闪到对方，然后呢同时也能照亮前方的路。然后在高速公路的时候呢，你的周围都是特别明亮的，但是前车你也不会点亮它，也不会被前车问候全家，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功能。你看这个车牌右边是亮的，左边牌是暗的，因为左边有车，对吧？智能化前面说了这么多，其实都在说电动跟车。那其实智能呢是未来最重要的特色，未来是智能电动车，这其实呢是3件事儿。斑牙2.0系统呢全面提升了整个车辆的智能化，车机的系统呢变得无比的流畅。那车辆仪表盘呢，像 ESD 的道路显示啊，不论是交通的参与者还是红绿灯啊什么的，都显示的一清二楚，给你极高的驾驶信心。NOP Plus 呢在高速公路上已经可以实现更好的跟车、更好的变道、更好的超车体验了，这个东西绝对表现是第一梯队的，你一定要试一试。然后现在买车应该还送1年免费的 NOP Plus 体验吧？对。关于未来的科技感有多强，其实我拍了非常非常多的视频了，甚至今年未来都已经可以沿着导航路线自己把车开进服务区，自己排队，自己换电，自己开走了这种科技感的爆棚是传统燃油车甚至说别的品牌的电动车给不了你的。只要你的肾跟得上，在驾驶时长合法的情况下，这个车可以一直开一直开。什么停下来充电，什么担心周围人分你的功率，什么电量太高的时候这个车充不到峰值功率，什么充电功率又跑不满，然后跑个长途在充电桩排队的时候还要跟人打一架，什么整个长途充电时间要多长，要做数学题，
买蔚来这些事情基本上跟你没啥关系了。蔚来1400多座换电站，高速公路有400多座换电站，是你无忧远行的基础。为啥2023年蔚来的纯电400多公里一样卖得掉？因为城市400多公里就够了，而高速公路5分钟换电就可以搞定了。等效补能50C的高速公路换电站没有任何超充可以打。那你买75度电池，我觉得足够了，绰绰有余了。如果你要跑长途的话，临时升级一个100度，甚至临时升级一个150度 ，CLTC 续航直接奔到900公里，随便你怎么打折，900公里打7折吧。高速公路跑630公里，这么长的高速公路里程，在这个级别的燃油车里都跑不到。一个纯电的车型比一个燃油车型跑得都更远的时候，这个时代就彻底的改变了。你今年你买蔚来，你就可以体验到这样时代的不同了，好吧？那全新的 ES8大量的产品点，其实让我想起了2017年12月北京五棵松体育馆那个寒冷的夜里啊。当年我看到第一代 ES8的时候也是无比激动的。彼时呢，我已经是成为了特斯拉 Model S 车主了，但是我看到蔚来 ES8，看到国产造出一台这么好的车，我第一次买了一台国产车。在此之前，你让我买国产车那是不可能的。从第一代 ES8到现在5年多的时间过去了，其实我保持着每年买一台蔚来的节奏啊。那今年可能要买2台了。虽然这并不是一个经济的做法，但是呢，持续可以享受到技术进步的便利性，持续能追踪这家公司的进步。对我来说有额外的意义，所以大家不要去学我1年换一台车，但是我每年看到这家公司在进步我感到真的非常非常的开心。那这家公司呢，它不搞一些鸡贼的概念，它在你看得见看不见的地方都用心的去造车，尽管时常面对一些不理解，甚至常年被说最快今年最慢明年倒闭，对吧？但是从2014年喊到了2023年，快10年了没倒闭，车也卖了有34万多台，接近35万台了，越来越好。智能电动车就是这个时代的机遇。那这其中呢，总会有一些品牌能成功的完成向上。我相信呢，蔚来一定会是其中的一家，可能也会是我最喜欢的一家吧。好了，这个视频豆瓣买的视频，希望你能喜欢。如果对我视频感兴趣，不要忘记评论、收藏、订阅豆瓣买，买的头条、B 站、微博、YouTube 都有自己的账号。我们下期再见，拜拜。